你看马云多聪明，支付宝上交给国家，蚂蚁实控人的地位也不要了，从阿里退休后领着老婆环游世界去了，不和你们玩了。最近野生的马云在法国和比利时都被网友捕捉到了，只见他穿搭有范儿，气场2.8米，不是站在豪华游艇上指点山水，就是坐在长椅上低头看手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过他也不是不跟你玩了，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还记得那出马云去哪了的国民级悬疑剧吧？连曾经的世界首富都在寻找曾经的中国首富。 Where's Jack Ma, you know？ 大领导要他走人，他就得玩消失；大领导要他捧场，他就得回来撑撑门面。马云背后的故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曾经的首富，从西湖论剑的大侠，召集互联网的各路英雄好汉，到骑着白马的三藏，打造心中最喜欢的唐僧团队和商业帝国。从占据国民家属半壁江山的马爸爸，到一夜跌下神坛的万恶的资本家，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到蚂蚁金服了的黯然收场。马云不是退休，是被退休。在后马云时代，企业家不是企业的家长，而是政治风口上的风筝。在权斗的棋盘上，哪怕你是马，也不一定能走日子。而且马都变成云了，飘了，没了，上不去也落不下。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时刻更新，我是小峰。曾几何时，马爸爸的一句话能让股市翻红，创业者激动到流泪。但现在神隐的他，过去留下的余震还在继续，而这一次是用美金来挣。最新上演的剧目叫马云退场赔钱登场。剧外没报道，阿里股东的 4.33 亿美元的补偿金等你来领。剧情是这样开始的：2020年，马云因为嘴太快，对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大放厥词，叫板习近平的政策，结果把习老大惹毛了。老习直接掀了马云打造的金融盛宴的桌子。原本号称史上最大的 IPO， 蚂蚁集团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被腰斩，据说潜在的募资规模将达370多亿美元。更悲催的不仅是铁定到嘴的吸金鸭子被打飞了，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也跟着哐哐暴跌，简直像搭云霄飞车，忘了系安全带。这导致投资人火大，你早点说风险，我就不买了。于是到了2022年，股东们怒了，提告说阿里早知道蚂蚁有风险，却装死没讲，让大家不明真相的当了接盘侠。阿里想了想，与其闹到国际法庭，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成现金。于是拍板同意，赔肯定赔4.335亿美元，感觉像是刷黑卡一样洒脱。所以各位投资人请注意，请尽快到相关部门查询领钱通告。简单的说，就是阿里巴巴因为当年没讲清楚，马云劈开中共的对抗风险，害你亏钱。你要是在阿里被雷劈的那个风暴中被扫到，就算你衰。现在他们愿意用钱赔偿，你不领白不领。马云现在是退而不休，时不时的也在阿里的地盘上表演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戏码。毕竟他始终是阿里巴巴的灵魂人物。马云最近的一次行动是现身阿里云古园区。从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马老师满面春风，身穿阿里云15周年纪念衫，与员工热情挥手互动。风清扬的新版工牌格外吸引眼球。马云在阿里云新财年启动会上发表演讲，
高科技绝不仅是征服星辰大海，更应该呵护人间烟火。科技人员的责任不是让 AI 取代人类，而是让 AI 更懂人类，更好地服务人类。去年年底，马云还参加了蚂蚁集团成立20周年的活动。在活动上，马云表示，我不是为了蚂蚁过去的20年的成绩而来，而是为了蚂蚁未来的20年而来到这个现场。不过，不管是过去的20年，还是未来的20年，可能都没马云什么事了。现在插播一条趣闻，阿里巴巴的一名前员工发表万字长文，揭大公司病，盼望阿里回到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在一起做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当然，也没忘了对马云歌功颂德。长文在公司内网引发热议，也得到了马云的亲自回应。袁安同学好，谢谢你那么长的信，写得很好，好像人的成长，阿里的发展也有很多必然要走的路和过程。阿里巴巴在发生变化之中，祝福你，也希望经常回来看看。不过阿里的员工，你要是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还是别问马云，他现在比较像是公司群组里的已读不回成员，可能还要忙着去日本讲课、香港喝茶、泰国钓鱼。当然了，当上面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随叫随到的。今年2月份，习近平亲自主持了一场罕见的私营企业座谈会，规格之高，阵容之豪华，堪比科技圈群星颁奖典礼。与会者包括马云、腾讯马化腾、小米雷军、华为任正非、AI 新贵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等一票大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还是马云，高调出现在北京大会堂，对着习主席鼓掌鼓得特别卖力，简直像是演技派的回归首秀。他怎么从消失模式又自动出场，前排就坐了呢？而且还积极站队，起立鼓掌了呢？因为习老大有需要他了，投资人都快跑光了。老习一看不妙，快把马云推出来亮个相，表演一出资本还活着的戏码，最好再配个话外音，看咱家没事儿，国家给你们一匹快乐的小马，带领我的科技大军回来了。为了活着，马云也需要习老大，两人都忘了曾是对方的眼中钉。在这次连马云也认了的打气大会上，习近平点名喊话科技大佬们要展现才华，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强调政府政策稳定不动摇，会依法保护私企权益，但前提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企的创业者也别想搞什么幺蛾子，这糖衣里藏刀的开讲，还真是叫人无处可逃。看来阿里、腾讯、小米等的老板和前老板们都要被习总收编成上班天团的成员了。不过老板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收割这些最肥的韭菜就不知道了。早在蚂蚁被习近平踩死的时候，马云就隐退江湖，四海云游去了。习老大经过3年清零的大折腾，经济也跟着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也想起过企业家、创业者是自己人。马云神隐后的首次露面是在2021年年初，透过视讯连线方式，在马云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上致辞。影片中间还插入了一段马老师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来到一个乡村小学的片段。这是马云在向外面各界报平安，哥们儿还是自由身。不过一直直言不讳的马云，从那个时候就学会闭嘴了。看来习近平早就需要他返回大陆，给商界打一剂强心剂。除了在关键时刻给领导撑撑场面，马云有的时候还被卷入特殊任务。
话说2021年的春天，一位人在法国的中国商人 H 正过着红酒配牛排的生活，忽然收到一通电话，来自传说中的马云，两人相识多年。马云在电话中告诉 H， 中共安全官员已经与自己联系，他们非常严肃地跟我说话。他还抱怨 H 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接着马云就开始劝导 H 回到中国协助办案，并通过配合当局对政法接班人孙立军的起诉，来换取中方撤销对 H 所有金融犯罪的指控。马云还在那次通话中告诫 H， 你别无选择，绳子只会越勒越紧。你以为这是什么谍战剧本？但这些内容来自英国卫报获得的一份法国法庭文件。中国警方早前说 H 涉嫌金融犯罪，就发出红色通缉令，反正你逃不掉。为了让 H 回国协助调查孙立军，当局派出了绝招，马云出马，亲属被抓，电话打爆，心理战全面开打。只是法国法院决定不配合出演这出戏。不行，这听起来完全不是司法，这根本是政治操作。最后法院拒绝引渡，连红色通缉令都撤了。H 总算松了一口气，虽然据说他还是背着巨额债务，估计在法国不能再喝红酒了，只能喝凉水过日子了。有趣的是，马云自己的戏份还没完，他在那段时间前后也是低调消失了好一阵子，才被拉回国战队表忠心的，自己的心头肉也早就被国家共产了。最让中共和习老大惦记的是叼在马云嘴里的一块大肥肉——独角兽蚂蚁集团和他的支付宝。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马云是怎样把这块肥肉一口口地吐出来的。支付宝成立于2004年，马云当时意识到，电子商务要想做大，必须带上一个信用体系一起飞。支付宝的项目即刻上线，马云对他的团队喊出了豪言壮语：如果要坐牢，我去；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2009年6月和2010年8月，马云将支付宝的股权分2次从阿里巴巴集团静悄悄地转移到了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一神秘操作相当于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活生生地剥离出来，占为己有。这一下网络可炸了锅了，阿里巴巴大盗马云偷走了支付宝。马云在一片骂声中也得这么干，支付宝只有转内资才能拿到国内第三方支付牌照，因为制定游戏规则的是中共。有外资背景的企业，阿里巴巴当时的大股东是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中共他不给你发支付牌照啊。马云当时就表态了，愿意随时把自己的心头肉支付宝献给国家。2014年10月，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2020年，蚂蚁金服又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简称蚂蚁集团，成为金融科技巨头。其旗下的业务包括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财富、芝麻信用、蚂蚁借呗和蚂蚁花呗等等，花样众多，应有尽有，老百姓还真没那个必要上银行了。但蚂蚁集团上市失败后，马云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接连发生的重磅事件包括蚂蚁集团为了切割马云，大砍他的持股比例，只剩 6%， 不再姓马了。阿里巴巴还收到了政府以反垄断为名的182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罚单，央行还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支付宝目前海内外客户有8000万商家，10亿消费者。
现在看来，马云当初的承诺照进了现实，支付宝乖乖地交给国家，要听党的话了。习老大没收了支付宝，原来是为了帮马云实现诺言。有分析指出，这是中共为推动数字人民币耍的手段，让马云彻底放手。如果支付宝没有实际控制人，数字人民币可能会更加便利地接入支付宝平台，为央行推广数字货币扫清障碍，还能提升中共国有银行的估值。不知道马云自己还记得吗？早在2013年，在一次访谈中，他声称，不管阿里巴巴发展多快，也绝不与政府做生意。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但这是你说了不算，抢你的钱没商量，这可是共产党的老传统了，翻手让你发，覆手拍死你。人民日报2019年的社评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马云又算得了什么？想当年中国第一大民族企业荣家少爷荣毅仁，在庆祝自己家的财产被中共合营了之后，还要在庆祝会上表演一曲老毛推崇的京剧《打渔杀家》，心里流血，脸上却不能流泪。现在中国胡润富豪榜上的大佬们，可能人人都在瑟瑟发抖中，不知道中共的镰刀什么时候会砍下来，收割他们手中的钱。蚂蚁集团上市，这场由马云导演的轰轰烈烈的金融盛宴，在即将开场的前一刻，被习近平掀翻了桌子。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因为马云嘴欠，到处放炮，说了不讨喜的话。2019年年初，他在李克强总理组织的座谈会上敞开来说，要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任何事情切忌一刀切，更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方式管理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2020年10月，马云又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我们必须改掉今天金融的当铺思想，要依靠信用体系的发展。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银行喜欢给好企业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拼命的贷款，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这些刺耳又扎心的话，十有八九都随风飘到了习老大的耳朵里。老习心中不爽，不识抬举的小马，本来你占据着浙江的地利，我还想着先放你一马，你是在叫板我的政策吗？敢和我唱反调，我看看是谁在背后给你撑腰呢？不看不要紧，一看还真有大后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终于发现，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红色权贵组成的小圈子。马云的事业起步于江泽民当政时期，成长于江泽民当太上皇的时期。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股东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子贺锦雷，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江派人马，而中国的金融业恰恰长期掌控在江泽民利益集团的手中。马云如果不在江派的保护伞下，向江泽民等权贵家族输送丰厚的利益回报，他的金融王国又怎么可能茁壮成长？2015年，阿里巴巴花20.6亿港元买下香港南华早报。马云虽是出资购买人，但该报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却在中共港澳工委手中，其实际的控制人就是江派的第二号人物曾庆红。所以
南华早报时不时的就会向习近平开炮，甚至直言批评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推习语录。马云敢在上海滩公开跟习近平杠上了，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背后怎么会没有人支持？习当然也知道了，那么习当然会担心，蚂蚁集团上市后，马云会不会变成江泽民等家族在金融市场上圈钱的新的白手套？会不会变成又一只翻江倒海的金融大鳄？这可能是导致其被整肃的深层原因。如果在一个政治正常、经济自由的国度，马云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缔造了一段商业的神话，肯定是有他的格局和眼界，但也难免存在争议。有人爱他，有人恨他。然而在大陆经商，生意做大了，难免有人惦记，即使是身不由己，卷入中共权贵之间的内斗，也是在所难免。此外，在中国只能允许有一个老大，马爸爸怎么可以盖过习大大的风头？不过马爸爸英语很溜，谈吐风趣幽默，在世界的舞台上长袖善舞，跟谁都能谈笑风生。可是习大大出门在外，不是背书单，就是翻小本本，还找不到答案。前年进入金砖会场时，因为翻译被保安大哥拦下后，习频频回头，显得十分不安。你说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英国金融时报曾经透露，马云在201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与各国政要、商业帝国的领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让与会的副总理刘鹤心中感到十分不爽。你们不是都想找最高领导人来畅谈未来的吗？我才是他派来的发言人呀，怎么你们都围着那个暴发户身边转？随后马云摆了一场豪华饭局，比尔盖茨坐在左手边，瑞典首相索尔伯格坐在右手边。马云别提多风光了，可是这顿豪华饭局也埋下了祸根。马云还喜欢周游列国，多国的总统总理都是他的好朋友。马云是钱多胆肥了，行事实在是太高调了。他的湖畔大学为什么被停办了？民间都说那是马云的黄埔军校，蒋中正开黄埔军校，你开黄埔军校。在中共的地盘上，马云你还要带出一支自己的队伍来？这太刺激中共高层的神经了。如果马云带着精英商人的队伍打过来，打仗就是打钱啊，我们的这些草包官员那不都得被你们按在地上摩擦？2019年9月10日，在阿里巴巴20周年的年会上，意气风发的马云一身摇滚造型，身着黑色铆钉皮衣，戴着大黑色墨镜和非洲小脏辫的假发，摇头晃脑地演唱着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此刻的马云即将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的主席。我希望万个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谢谢大家。阿里巴巴的开门人马云已经退出了江湖，似乎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接下来我们再从头讲讲马云是如何打造他曾经的商业帝国的。1964年9月10日，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旁边的一个普通人家里，洋溢着幸福喜气的氛围。因为他们家的一个男婴咕咕坠地，不知为何，爸妈给他取了一个颇有淑女风的名字——马云。马云家中有3个孩子，他排行老2。很多人都说马云是学渣，其实有点冤枉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与众不同，严重偏科。人家的英语好到在同学中简直是鹤立鸡群。当然了，数学也创下了高考仅拿下1分的佳绩。
当中国的孩子们都听爹妈的话，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时，小马云的那个大脑袋瓜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超前认识到学好英语才能走遍全天下。于是靠着一个袖珍收音机，通过收听敌台，包括英国的 BBC 和美国之音广播，来苦学英语。那时候中国刚刚刮起改革开放的旋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外国游客纷纷慕名前来人间天堂杭州游玩。当然少不了最著名的西子湖，这么好的练习口语的风水宝地，小马云当然不会错过。所以他最爱去那里与外国游客们偶遇，还经常免费给老外们充当导游，骑着自行车带着他们围着杭州城满大街的乱逛。马云后来自己也说，我的英语好，全靠当野导。1979年的一天，15岁的马云站在杭州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门口寻找新的猎物时，结识了来自澳洲的一对夫妇和他们的2个孩子，并和这家的男孩茉莉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这一次的偶遇给马云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户。1985年，茉莉一家邀请马云到澳洲纽卡素度暑假。走出国门后的小马云惊呆了。哦，我的天哪！书本上不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外面的世界怎么这么精彩？小马云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开始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在纽卡素的29天，在我的生命中至关重要。没有那29天，我永远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思考。后来，在马云就读杭州师范学院期间，茉莉家还为他提供金钱上的资助。他们每隔6个月就会给马云寄一张支票，2年多的时间就寄了大约200澳元。这在当时对一个穷学生而言，简直是一笔巨款。马云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他功成名就后，为了报答改变他一生的澳洲友人，于2017年2月捐出2000万美元，在澳洲纽卡素大学成立了马和茉莉奖学金，这是该校历来收到的最大规模的捐款。刚才提到的杭州师范学院，那可是马云用了洪荒之力才考上的。在那没有硝烟的战场，高考老兵马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考了3次。数学的上升曲线是这样的：第1次1分，第2次翻了19倍，第3次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冲破及格线，考了79分。后来还是因为英语太过优秀，才被破格录取到杭州师范学院。因为当年学校没招满学生，这块馅饼才砸在马云头上。从高考多次失手开始，马云到处找工作，却碰得头破血流。24 people went for the job. 23 people accepted. I was the only one guy. And we went for police. 5 people, 4 of them accepted. I was the only guy that I received it. 打不死的小马不断地被拒绝，反而被激起了斗志，越战越勇。没人看得上我，看来哥们儿只能自己单干了。从此踏上了创业的逆袭之路。1988年，大学毕业后的马云去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因为讲课的风格天马行空，所以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西湖边的第一个英语角也是马云发起的。1992年，马云和朋友还有学校的一些退休英语老师一起成立了杭州最早的专业翻译社——海博翻译社。
想利用课余时间接点私活赚点外快，没想到经营不善，常常入不敷出。马云一看这样不行，就想着到义乌、广州去开拓翻译社的市场，没想到自己的销售本领不太给力，那里没人需要翻译，马云却被能说会道的小商贩们反销售了，背了一袋子的小商品玩意儿回来了。后来就靠在翻译社的门店卖这些礼品，才养了翻译社3年，渐渐地打出点名气，马云的机会也就来了。1995年初，马云因为翻译社的业务，有了一次去美国的机会，并借机参观了一个朋友在西雅图的网络公司，这回算是开了眼了。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新鲜事物叫互联网。他和朋友在雅虎上搜索中国啤酒，结果是暂无结果。马云虽然什么都不懂，但他嗅到了商机，回国后东跑西颠，借到钱后创建了海博网络，主打的产品是中国黄页。当时的马云对电脑和电子邮件一无所知，甚至连键盘都没接触过，这就是为什么他称自己是盲人骑瞎驴。穿布鞋的马云是阿里巴巴上市后唯一官方授权的书籍。马云自己在书中说，1995年做网络，人家认为我们是骗子；1997年提出中国黄页，人家认为我们是疯子。也是，互联网这种东西在当时的中国100个人里99个都没有听说过。那时候的马云背着小黄包到处化缘，一家家的去敲门，一家家的被拒绝。虽然马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理想，但是他的中国黄页最后还是被中国电信的中国黄页给收购了。马云失去了话语权，就辞职去北京闯荡了。当互联网开始悄悄地走进中国人的生活时，马云的脑瓜灵光一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我要办一家电子商务网站，专为全世界中小企业服务。于是马云回到杭州，就有了江湖传说中的18罗汉大会。1999年2月20日，大年初五，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各家各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而在杭州西湖区一个湖畔花园的一所普通公寓里，却上演着另一番热火朝天的开工景象。18个人聚拢在这里，当然主角是激情澎湃的马云。那张棱角分明、消瘦奇特的脸庞，掩盖不住奔腾的野心和内心的巨大能量。特别是他的脑子似乎连着嘴巴，眉飞色舞地为在座的各位画着未来的大饼。大家虽然都听不太懂，但也不好扫他的兴，他们还是选择了相信马云。18个人凑了50万元，在马云家里完成了第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也完成了未来18罗汉的华丽转身。马云后来曾说过，因为我们这些能力都太差，都刚刚加入进来的都是我的学生啊，都找不到工作，跟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现在把18个人说得很厉害。马云说这18个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意志和相信。外面请来的很多人并没有像我们这种意志和相信，我们是相信的人，我们相信未来。所以我们这帮人坚持，也没地方去，就坚持。我们18个人是意志力比谁都强，因为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1999年3月，阿里巴巴正式上线。阿里巴巴这个名字反映马云的一个信念：芝麻开门，是1001页故事里的阿里巴巴，开启宝藏山洞的口令。而网络就是个金银岛，他的公司要高喊芝麻开门，打开这座宝库。阿里巴巴的使命，马云多次喊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是一旦中共的大棒挥起来，阿里巴巴自己可都是没生意可做。
1999年8月，阿里巴巴接受了以高盛基金为主的500万美元投资。2000年接受了日本软银2000万美元的投资。2005年，雅虎向阿里巴巴注资10亿美元，并将其在中国的雅虎业务交给阿里巴巴，以换取阿里巴巴约 40% 的股份。阿里巴巴集团扩张的步伐势如破竹，成为了中国的电商巨头，特别是其旗下核心平台淘宝和天猫，和曾经的支付宝，带领中国人一路狂奔到网购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年轻人都乐意叫马云为马爸爸。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募集资金约25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市值瞬间飙升至约2310亿美元。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约130亿美元。阿里巴巴成为首个同时在纽交所和港交所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既加强了阿里巴巴的资本实力，又巩固了阿里巴巴在电商和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马云的商业帝国走到了巅峰时刻，多元化的业务布局构成了一个包括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云计算、数字媒体和娱乐等庞大的生态系统。马云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有2个经典团队，一个是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团队，另一个是西天取经的唐僧团队。而他心中最理想的创业团队是唐僧团队。唐僧作为团队领袖，没有武功，不会斩妖除魔，但他使命感强，不忘初心。孙悟空身为团队的第一战力，武功高强，护主心切，妖魔鬼怪都怕他。但是有本事的人往往恃才傲物，领导得有高招，能降住他。猪八戒耍个小聪明，拍个马屁，偷个懒，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他是团队的开心果，关键时候给点好处，也能扛上耙子，上场打上几个回合。沙僧这样的人，你不要跟我谈理想讲未来，你就给我分好活，我一定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干满8小时，是团队中的可靠伙伴。在阿里巴巴，马云就像是唐僧，他不会写程序，不会建网页，也不懂财务制度，不懂股权激励，因为数学差，甚至连财务报表都看得费劲。他只知道电子商务会给世界带来重大改变，能吸引世界的大牛们在身边工作。其中第一牛人就是首任首席财务官蔡崇信。看来想当唐僧的英语老师是个好商人。如同马云自己所说的，要是阿里巴巴员工都像我一样光说不练，那会非常可怕。我不懂电脑，销售也不在行，但公司里有人懂就行了。大家都知道马云是金庸迷，他对金庸的崇拜，用周星驰的话说，就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到了阿里巴巴，仿佛到了什么武林圣地，办公室的名字都叫什么光明顶、达摩院、桃花岛、罗汉堂、聚贤庄等等。而在马云的办公室里，也陈列着不少道具刀剑。所以这才是马云的作者陈伟曾调侃道，马大侠是走江湖的，吃饭的家伙不能离身。终于有机会在香港和金庸见面时，金庸写下多年神交，一见如故几个字送给马云。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华山论剑。2000年，马云灵感再现，想办一场西湖论剑。所谓西湖论剑，就是邀请互联网界的各路大侠来到西子湖畔，共商发展大计。
当时的阿里巴巴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但这场西湖论剑请来的主持人是金庸，那号召力就自然不容小觑了。当时中国几大门户的掌门人都齐来捧场，西湖论剑让中国互联网的江湖浪漫了起来，阿里巴巴也提升了自我的品牌形象。马云开始在中国家喻户晓，伴随着金钱、荣誉和地位，烦恼和惶惑也接踵而来。2008年，马云来到了重庆缙云山少龙观。在少龙观，马云做了2件事，一是打坐静语，二是静坐抄写经书。后来，马云在回忆这个经历的时候说，对自己找到人生的方向非常受益。2017年，马云和一众武打明星李连杰、甄子丹等零片酬出演微电影《攻守道》。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关于太极的故事，其中马云就演自己马师傅。一日，马师傅走在大街上，见绿草红花掩映间有华山二字，他双目微合，开始了与各大武林高手对决的巅峰时刻，用太极接连打败泰拳、相扑、蒙古摔跤、咏春等门派。然而马师傅没发现招牌上写的是华山派出所，从而被警察赶出。在电影中可以看到马云的花拳绣腿，有点太极的功底。马云还和王菲合唱了电影主题曲《风清扬》。君不见自古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照了汗青，一个个试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马云很爱自己的老本行，他的多次好为人师，诲人不倦，让此前喊着马爸爸的网友们对他群起而攻之。马云牌鸡汤包括：我觉得愚蠢比癌症还糟糕，癌症能治好，愚蠢没得救。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首富和你说他不喜欢钱，这不是要把人活活气死的节奏。马云的金句还有：企业就是做慈善，让老百姓都能够有工作。但老百姓直接回怼：是人民养活了阿里巴巴，不是阿里巴巴养活了人民。马云还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可是马云并不知道，由于中国大环境的经济不景气，很多跟着他这个大 boss 混的中小商家，虽然一入电商深似海，从此休息是路人，但还是已经死在明天的晚上了，看不到后天的太阳了。中小商家成就了今天的阿里巴巴，但近几年阿里巴巴似乎有点过河拆桥，搞流量垄断，向大公司靠拢，让人们不禁怀疑，那个曾经满口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马云，是否还记得他的初心？再加上大陆媒体时不时地泼点冷水，让全民对马云狂热膜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云不再是他们的财神爷了。马云关于加班言论的几个大棒子飞过来，更是直接把广大网友们砸清醒了。什么叫工资，你们知道吗？工资就是我买下了你的时间。每天加班到12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996是福报，并不是所有人都有996的机会。未来每年将会向社会输送1000名在阿里工作10年以上的人才。什么？榨干了我的青春，现在要一脚踢开了？于是为员工送福报的马老板也被网友送来了改编神曲《996之歌》，在加班中痛快，珍惜现在996，在半夜里爆肝，我为公司996，马字还没完，绝不和家人团圆，我正常下班，我会丢掉这玻璃饭碗。今天的故事有点长，马云正在当打之年转身离去，有人说是他的心中有大格局，他功成身退了，也有人说是马云的大嘴巴惹了祸，
他在民间也翻了车。还有人说，马云是功高震主，为了保命被退休了。相对于生命的长度，钞票的厚度似乎不值一提。最重要的是，中国民企老板都要学的一门必修课——政商关系，马云是不得不提前交答卷了。马云似乎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他早说过，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似乎一语成谶。但马云还说，我马云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所以我很乐观地看待这些，干呗，反正好坏也就是这个结局嘛。你知道结局很悲观，你还要去干，那才是高手。马云这位高手和他的阿里巴巴还将在未来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里是大时局时海明星，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